他不是一名合格的车手，却培养出了世界冠军；他更不是一名称职的父亲，但儿子却以他为荣。他没有成为传奇，却亲手缔造传奇。他不懂如何表达爱，却把自己的人生几乎都活成了儿子的垫脚石。在赛车的世界里，他的经历也许不是最动人的故事，但却是一个父亲能够给予孩子的最极致的托举。他就是荷兰排名第2的 F1 车手乔斯·维斯塔潘。乔斯·维斯塔潘1972年出生，荷兰 F1 早期代表性人物，曾效力于贝纳通、飞剑等多支车队，与迈克尔·舒马赫做过队友。他的职业生涯算不上成功，107场大奖赛只有17个积分。虽然登上过2次领奖台，但人们更多记住的是他在霍根海姆被大火收汁的场面。He comes. Very difficult as a driver, to judge. We had a quick glimpse of it from the track. Oh, and fuel. That's the first time we've had a fuel splash. Oh, my goodness me. 2003年，带着些许遗憾，乔斯·维斯塔潘选择了退役。而离开 F1 后，他将所有的重心都转移到了自己的儿子麦克斯·维斯塔潘的身上。他决心用最狠的方式培养出一位世界冠军。他开始亲自改装引擎，调教底盘，每周带儿子高频测试，常年自驾穿越欧洲，征战卡丁车赛事。同时，他还把自己的赛车经验转化为最严苛的训练标准。维斯塔潘从小就被告知，第一圈就要将赛车推向极限，3到5圈必须吃透一条新赛道，因为熟能生巧并不适用于 F1。而碰上了雨天，别人都在休息，他却必须练车，因为父亲告诉他，雨战才是顶级车手的试金石。除此之外，乔斯还经常给儿子人为上强度，包括不限于临时改动车辆设定、禁止常规线路超越等等，为的就是提高临场应变和极限状态下控车的能力。在父亲的魔鬼训练下，维斯塔潘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1岁之前，他在地方性赛事几乎未尝败绩。但就是这样的一名未来之星，却经常觉得自己不够出色。维斯塔潘在纪录片中回忆到，自己经常被骂蠢猪、混蛋，还没有卡车司机开得快之类的充满压力性的言语。最严重的一次，因为失误丢掉冠军的自己，竟在归途中被父亲赶出了车外，滞留在了异国他乡的加油站。乔斯试图用严厉的惩戒让儿子直面失误的代价，淬炼出钢铁般的内心，但在当时看来，他的做法有些太过激进了。进入方程式领域后，维斯塔潘参加了欧洲 F3 锦标赛，但他没有加入普雷马或卡林这样的更有竞争力的车队，反而是去了父亲精心挑选的一支来自荷兰本土的3流车队。乔斯的本意是锻炼儿子驾驶慢车的心态，提前适应 F1 的节奏，但没想到维斯塔潘发力过猛，在斯帕和诺斯林2站比赛中豪取6连胜，并在赛程过半后积分高居第2。要知道他的队友另一名新秀全年也就拿了19个积分，排在车手积分榜第20位。如此亮眼的表现自然引起了 F1 层面的注意。一天清晨，一个电话打到了父亲那里。Ben ik na de race ben ik teruggereden. Ik was laat thuis, of ik geloof 3 uur 's nachts of zoiets. En toen 's morgens, maandag 's morgens belde Helmut mij om, ik weet nog precies de tijd, 8 uur 12. 电话那头竟是红牛顾问马尔科。众所周知，马博士负责为红牛搭建青训体系，为 F1 储备人才。这通电话很可能就是想邀请维斯塔潘加入，为他们征战 F3 或 F2 的比赛。乔斯并没有太过吃惊，毕竟儿子的表现有目共睹，同时他也并不排斥加入红牛。如果能背靠这棵大树，进入 F1 的成功率也会大大增加，这也是众多车手梦寐以求的机会。但还没等这位父亲询问来意，电话那头的老者却语出惊人。Jos, forget everything. We do Formula One. Ik dacht dat ik hem niet goed verstond. Ik zeg, wat zeg je? Ja, ik wil dat Max vorig jaar in de Formule 1 toren. 纵使在行业内混迹多年，乔斯也被惊呆了。自己的儿子虽然出色，但毕竟只有16岁，且才跑了半个赛季的 F3， 现在竟有人告诉他准备可以去开 F1 了。Yes. I think for about a minute I didn't get any answer. 在马尔科博士的催促声中，这位父亲终于是缓过神来。他们约在了霍根海姆详谈细节。En ja, afspraak met Helmut. Dus bij Red Bull binnen, ja, we gaan boven zitten eten. Toen zei hij van, ja, we slaan eigenlijk alles over. Ik wil dat je Toro Rosso gaat rijden. Maar 1 seizoen. 红牛给出的合同可谓是诚意满满，换做任何一个人，但凡犹豫1秒，都是对 F1 的不尊重。但老谋深算的父亲并没有马上同意，相反，他竟开始了讨价还价。Ik zeg Helmut, zeg doen we niet 1 jaar, zeg maar 2 jaar. 马尔科笑了，他没想到对手竟不按常理出牌。
但开了天眼的马博士对维萨潘是志在必得，他告诉父子两人问题不大，等他消息。得到口头承诺的乔斯将这个情况告诉了经纪人，而后者决定再接触一下梅奔。于是尼基老大给乔斯·维斯塔潘打了一个电话。Dan zeg ik zie dat je met Max hier kunnen we je ook even spreken? Ik zeg ja, dat kan. En hij zegt, wat biedt Helmut? Nou, ik zeg 2 jaar Toro Rosso. 虽然事后看，维萨潘凭借自己的能力也能留在 F1， 但在当时看来，吉利多争取的这一年是父亲给儿子的职业生涯上的一道保险。毕竟，让一个17岁的未成年人坐进 F1 赛车，是一件极其荒谬且极其危险的事情。Si vous me demandez si j'étais prêt à 17 ans, je vous répondrai que non. Je n'étais pas prêt à 17 ans. À 17 ans, je n'étais pas prêt. Tu es né en 97? Mon Dieu. 而面对多方质疑和外界的压力，乔斯为儿子灌输了专注自身、摧毁队友的赛道理念。而维萨潘也非常争气，在第2站就拿到第7名，创造历史。随后更是多次跑进积分区，还差点登上了领奖台。赛季结束，维萨潘取得49分，战胜队友塞恩斯，排在车手积分榜第12位，以出色的表现结束了他的菜鸟赛季。但就在第2个赛季开始没多久，马尔科博士的电话又响起。Red Bull have replaced Daniel Kvyat with Max Verstappen for the rest of the season.